包大人，你是不是该焚香摆酒，给本少爷庆功啊？案子没破，无功可庆。哼，你还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啊！说吧，什么事让你都用上枷锁了？哼，没想到包大人还玩起了刑讯逼供，怎么着，吓唬小爷呢？这不是在动刑，是中毒后痛不欲生的惨叫。中毒？哎呀！哎呀！哎，我说兄弟，你能叫他逼真点吗？猪都比你会叫，你这么叫他会听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本来就唬不住的，我又不是人，咋能跟他叫的一样？人疼的时候叫法不一样吗？那隔着墙呢，叫好了谁能听得出来？那你叫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现在换人不露馅了吗？你不是说人叫都一个声吗？好。谁中毒了？张东。什么？王延龄的手下为了逼他出卖你，给他服了毒。王朝马汉把他救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毒药折磨了5个时辰。张东中什么毒了？断肠草。桌上这炷香烧完刚好是6个时辰，到时候张东就没救了。那你应该去找郎中，你把我叫来干什么？能不能救他，全看国救你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小瓶装的是红毒灰，平常人喝下去必死无疑，但它恰好可以跟断肠草以毒攻毒。你在跟我谈条件是吗？只要国舅如实招供，本官立刻为他解毒。哼，小爷才不会为了一个奴才而出卖自己。为奴才你不会，但为朋友你会。没想到你也如此下作。祸是国舅闯的，毒是展无为下的，我也只是顺水推舟。你现在就是见死不救。张东触犯王法，本来就罪不可赦，他替你卖命，替你受过，甚至愿意为你送死。见死不救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？来人！好，你有种！说，那个替考到底是谁？是书院的一个书生。其实，我和少爷也没见过他。少爷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从头到尾都是托一个叫韦文清的枪架操办的。什么架？坊间管替考的叫枪替，管牵绳搭线的叫枪架。那个替考在哪儿？张东，你替你们少爷尽了忠，我们张家不会亏待你。只要你说实话，剩下的事情就由副将军来处理。小的不求回报，只不过小的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你不知道？只有韦文清知道。当初少爷被您从听雨楼抓回来，臭骂了一顿之后，本打算改天就去找韦文清，吩咐他灭了替考的口。可是当晚我在书院放火的时候，被展无为给抓走了，后面的我就不知道了呀。为什么去放火？是少爷吩咐我去的。本来没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。天亮再去找韦文清。你先去趟书院，把今天所有考生的本案通通烧了。又放火？对，但是这次只烧本案，别把事情搞大了。知道。
刚点上火，也不知道打哪杀进来一个剑客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上来就跟我动手。谁成想，我好不容易逃到了前院，一个疯丫头带着王朝和马汉也杀来了。后来，他们仨又和展无为联起手来对付我，到最后，我就被他制服了。哦，可他们仨也被展无为算计了。就这样，我就稀里糊涂的被抓到了王延龄的私牢里去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副将军不是把你从开封府救出来的吗？张大人，他是被王朝、马汉和那个疯丫头又给救回开封府的。这几日，在下一直在暗中监视包拯。昨天我见王朝他们跟一个大侠学了一下午的剑法，到了晚上就鬼鬼祟祟的出去了。在下觉得可疑，就悄悄地跟了上去。一直跟到郊外，我才弄明白，原来他们是奔着展无为去的。他们就这样用下三滥的手段制服了展无为，把张东给救走了。那副将军，你为什么不趁火打劫？张大人，当时张东身中剧毒。没错，我就是被王延龄那个老家伙下的毒。在下不懂得解毒，便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一直等到今天早上，他们把张东救活了，我才下的手。真的？是。这么说，那个替考现在还活着？是，小的连命都差点丢了，哪还有时间去吩咐韦文清灭口啊？哦，少爷被您抓进大牢里，八成他也没工夫去吩咐呢。你们还有理了是吗？不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韦文清现在在哪儿？在御街东角楼附近的一处大宅子里。把他给我抓回来。是。走。张东有情有义，着实令本官刮目相看。相信张国舅比我更看重情义二字。哼，你不是情义之人，配不上跟我谈这两个字。包某何尝不向往性情？但我更看重忠诚。忠诚，忠于谁？皇上、大宋，还是你的上司？良知。哼，那要是你的良知跟皇上相违背呢？或者你的上司要你对付皇上，或者你那个皇上对不起大宋呢？绕来绕去，你该背叛哪个才算是忠诚？张东对我的情谊，是我拿我对张东的情谊换的，而不是打着什么忠诚的幌子骗来的。在这个世上，根本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忠诚，即便是张东，我也不会完全相信他。那张国舅相信什么？我只相信我自己。就算是张东想出卖我，他也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张东根本就不知道韦文清的下落。酒宴我都安排好了，到时我们一醉方休。一定舍命陪君子。今日一别，韦兄暂且不要恢复了。在接榜之前，先找一个别的地方避避风头吧。张公子，我想你是多虑了。这种事情兄弟经手无数，从没出现过什么岔子。况且，这个替考的已经被我关起来了。关他是你的事，关你是我的事。这是我在西池的一处别宅，不比你在御街的宅子差。委屈兄弟在那儿住几天，等事情稳妥之后，我再多付你一笔，就当是赔罪了。张公子，这不太符合替我办事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。
卸磨杀驴的事我做不出来。你赢了，我该招的都招了，希望包大人可以履行自己的承诺。去，把解药拿给张东。是。慢着，我不相信你，我要亲眼看着张东把解药服下去。解药不会也是假的吧？是真的，但张东不在隔壁。张东在哪儿？我也不清楚。之前他的确被斩无为下毒，是王朝马汉救了他。不过半个时辰之前，他被人劫走了。隔壁的叫声是马汉装的。国舅见谅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带回牢房。是。别动！给我记住了，小爷随时能要你的命。压下去。是。走走。确定是这儿吗？好。怎么这么清静啊？这么大的宅子，那小子指不定猫哪儿呢。哼，看来这小子没少捞回钱呐。他干成一笔，顶您1年，顶我10年。哼，乖乖，可惜他无福消受了。走。你们3个去守住偏门，你们3个守住后门，把门给我看死了，谁也不许出去。是。哥，咱是3门进还是反将进？你嗓子怎么了？刚才喊的。哦，强人进，你们俩在这守着，其他人跟我走。走。国舅爷，请。国舅爷，得罪了。等会儿，去弄几个菜，再温壶酒。酒，没有就去买呀。哎，好，好。国舅爷，他们没把你怎么着吧？你觉得他们敢吗？哦，不敢，不敢。哼，那还问？啊。哥，这奖励咱们1回够的。对啊。咱跳不跳？跳不跳？跳啊！你先跳，一起跳。走。哎呦！小爷。不叫。叫爷。偏不嘛。谢谢爷，谢谢。你王朝爷爷来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开封府的。什么？开封府的。开封府的？呵呵，吓小爷一跳。我告诉你们，老子上面有人。老子上面有天。什么？老子上面有天！
有天？小人没猜错的话，这顿酒应该是洗尘酒。看来国舅爷要重见天日了。请吧。哎，敬您。我能不能重见天日，就看你了。看我？我还记得昨日你跟我讲过，你愿意为我上刀山下油锅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记得。您是恩人，更是贵人，小人誓死追随您。那如果让你为我去死呢？死？对。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，换成你怎么选？哦，当然是我死。死而无憾。啊，小人对国舅爷的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好，那你就以死尽忠吧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是一个聪明人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还记得，你替考的卷子上面抬头写的是谁的名字？张子庸。我姓什么？张。您就是？哼，没错，我就是那个雇韦文清找你替考的一介武夫。如你所愿，我中了状元。啊！都找遍了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？是不是出门了？这么大个宅子，就算出门，也该有下人啊！怎么又是你？哼，冤家路窄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巧事成双。这次你我都是奔着张东来的，只不过你先我一步到了开封府，我就只能放长线钓大鱼了。你跟踪我们？各为其主，身不由己。好，既然你送上门来，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。慢着，我问你，韦文清现在人在何处？我还想问你们呢。看我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既然都是各为其主，那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。算你们聪明，后会有期。哎！你就这么放他走啊？啊，张大人要的是韦文清，又不是他。他是王延龄的人，就是他绑的我，还给我下毒。想报仇是吧？啊，找他去吧，我不拦着你。我会将情况如实向皇上禀报，尽可能多争取些时间。不过在戌时之前，请包大人务必赶去宫里复命，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。多谢张大人关照。另外，在韦文清归案之前，我希望包大人吩咐狱卒照顾好我哥。怎么？张大人是不是觉得本官问案的手段过于……手段不重要，只要结果正确。我只是觉得，我哥刚才的举动有些反常，我怕他再做出什么鲁莽之举。你也觉得反常？他从小争强好胜，但一向拿得起放得下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他这样歇斯底里。或许是因为2次都栽在你的手里，让他恼羞成怒了。恰恰相反，我一直隐隐觉得，他不像是冲着我来的。为什么？直觉。当时他好像只是为了接近我，对我的威胁，倒像是逢场作戏。别动！给我记住了，小爷随时能要你的命。是捉案，我太大意了。捉案怎么了？桌上有红毒灰。我也是迫不得已，
换成您会善罢甘休吗？不会，但我未必有你做得好。想当初，我也想放你一条生路，可是现在包拯把我逼上了绝路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换成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您能保我前程似锦，这件事情我会烂在肚子里。我们俩各取所需，以后我保证对您忠心不二。晚了。当初要是我中我的榜，你收你的钱，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。但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今天可以效忠于我，明天你就可以忠于别人。我凭什么信任你？既然如此，那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可是我也不能自行了断啊！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忠诚，更不会相信你会以死尽忠。那您想怎样？我要你死！您把我怎么了？我在你的酒里下了毒，这招是跟我爹学的。要不是事到如今，我也不会用此卑鄙的手段。救命啊！韦文清那家伙以前给我算过一卦，说我这个人多败于时运不济，还真让他说中了。我这2次入狱，都是老天爷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上一次欠了点火候，这次又多了个你。救命啊！是你自己送到我身边的，这就是你的命，认了吧。开门！是，救我！救我！没想到我这么处心积虑，还是被包大人你看穿了。看来这就是我的命，我认了。赶紧救人！是。你为什么要给他下毒？自己去想。这么说，你是擅自将陈世美关进了书院的库房？这是我行事习惯，免得接榜前出了岔子，怪罪下来买卖就不划算了。张子庸只管出银子，从头到尾都不插手，甚至连替考的姓名都不知道。书院的火是你让张东放的？不是，我也是第2天才知道。烧书院这种不划算的买卖，我不做。你跟张子庸认识多久了？我们之前不认识，张东托人找了我，我见他出手阔绰，就答应了这笔买卖。事后你为什么会住进听雨楼？张公子欣赏我做的事，想跟我切磋，要我在听雨楼小住几日，我理当顺从他。你会作诗？不关包大人的事，我本来就是个读书人，本应功成名就，却遇到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事情。你是在报复？哼，报复，这是我的立身之本，是你们这些做官之人给我的。报复你们，断我自己的财路吗？这些年，经你手中举的进士有多少？原来包大人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我若是不说，我还有可能出去。我这是说了，不仅皇上要杀我，包大人要杀我，门外有一堆人等着要杀了我。都有谁？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？你们这些酷吏，放我出去！
关着我你也不会知道名单，放我出去！包大人，这韦文清都喊了一天了，他不死，我俩快烦死了。他要什么，咱们就给他什么。他这不过是嘴硬了点，这种算盘人，两鞭子下去，啥都着了。你还想动手？那我们凭啥伺候他呀？因为他很重要。把门打开。韦公子还不认罪吗？明明会有人救我出去，这桩买卖没有剔除我的道理，执迷不悟。是包大人执迷不悟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韦公子应该还有太多不甘心吧？就忍心这么不言不语地走吗？走，当然要走，而且我很快就能走了。一走就是阴阳两隔。你杀不了我！外面要杀你的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甚至可能这牢狱都保不了你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韦公子才真是天真的那个人。你安然无恙地从开封府走出去，难道就不可疑吗？对于那些怕你乱说的人，没有什么比杀人灭口来得更周全。是他们逼我的，现在却要杀人灭口。韦公子只有交代实情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事情就是这个世道逼我的，他们只给我一个选择：10年寒窗苦读，却不如100两银子，我能奈何？包大人，你要查的一个个位高权重，一句话就能断了我们的生路。包大人，你还要查吗？查。在下不才，但是有一点绝对无人能及，那就是过目不忘。他们要帮谁，谁替考，谁要，所有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账本丢了就丢了，但是只要我不死，他们就不会消失。包大人，我招，您可记好了。王朝马汉在。笔墨拿来。是。记得去年哀家50大寿，皇上派人送来条翡翠的坠子，绿的出奇，水头也好。哀家寻思着，这再好的翠也不如金子显贵气，恰好这金枝玉叶，寓意也好，哀家一眼就替皇后相中了。娘娘怕是离宫的日子久了，忘记了皇家的运气。这贵气哪是显出来的呀？那是与生俱来的。和皇上送您的寿礼相比，金子怕是太刺眼了些吧？青儿，怎么了，娘？喜欢吗？喜欢。不过，皇后说的对，若是配凡夫俗子，这金叶绰绰有余；配皇后和娘这样的皇亲国戚，反倒是官上加官了。既然喜欢，娘就把它送给你了。
谢谢娘。皇后也别往心里去，都怪哀家想的不周全，下次一定挑个好的给皇后补上。不必破费了，我呀也不缺首饰的。等到缺了再送就晚了。虽说这是身外之物，可人活一世，有几样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呢？知道皇后要来，哀家特意让下人准备了上好的茶点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哀家有话要跟皇后说。最近总是梦见兰花，记着上次梦见兰花开，没几天哀家就怀上了一儿。哀家最近总是梦到这个，寻思来寻思去，不知是不是寓意着哀家要抱上皇孙了呢？哀家熬了大半辈子，总算是苦尽甘来。眼看着皇上一天比一天成气候，哀家就盼着能早点抱上皇孙。不知道皇后什么时候才能圆了哀家这个心愿呢？这个，您得去问皇上。你们小两口的事儿，我问谁不都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怎么？难道皇上现在还不肯同房？哎呀，这个孩子真是太不懂事了。哀家一定要好好说说他。本来有些话哀家是不想跟皇后说的，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哀家要是再不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，恐怕这个后宫都要被那个小狐狸给霍霍了。小狐狸？青儿，你跟皇后说说。前天，周儿妹妹亲口告诉我。告诉你什么？快说呀！说她经常去和皇上私会。皇后，你别太往心里去，一儿那是一时糊涂，哀家找个机会肯定好好管教她。可这样的事情一个巴掌也拍不响，皇后得空还得去张大人那念叨念叨。周儿毕竟是你们张家的媳妇儿，我们外人也不好插手什么。燕儿，慢点吃啊，这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来。爹，我跟皇上成天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饿得我成天熬不到打更就睡，恨不得晌午才起。缺吃少穿的，我拿什么母仪天下呀？这国库连你们皇室的吃喝用度都拨不出来了？全让李娘娘一个人挥霍了，整天吃喝享乐，光太监就闲着一屋子。听说过几天还要请个戏班子呢。哦，燕儿吃完再说啊。别噎着。爹，陪皇上尽孝我也就忍了，可他姓赵的一点良心都没有，成天对我爱答不理的，到现在还没让我侍过寝呢。这大姑娘家的没羞没臊。我怎么没羞没臊了？我是正宫皇后，我天经地义。他姓赵的才是没羞没臊呢。爹，他居然背着我跟狐狸精偷情。行了，哪有什么狐狸精？就是那个姓周的，你儿媳妇儿。闭嘴！反正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爹，我要退婚。混账！你这是大逆不道。那您就快管管吧，要不然今后这太子指不定是谁生的了。这是朕的小半个朝廷，原来被蒙蔽的一直是朕。朕节衣缩食省出的那点银两还不够这些蛀虫塞牙缝，国库连年亏空，这本账里的流水，相当于一个省3年的税银。朕恨不得把他们掏心挖肺。
皇上，替考人找到了，韦文清也已经捉拿归案，就此止步吧。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张大人，科举并非小事，是江山社稷的头等大事。账本李光今年就有不下100人牵扯其中，如果连这个都忍，迟早会天下大乱。朝廷命官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徇私舞弊，包大人难道看不出谁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吗？王延龄和你爹，他们背后有无数的朋党，手中还握有大半江山的兵权，而你我背后只有皇上，我们拿什么跟他们较量？王法，大宋除了他们，还有许许多多像范大人一样深明大义的清官，自古邪不压正，即便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，也该惩前毖后，以正朝纲。包大人，你太天真了。别说是上百人的舞弊，仅凭我哥一人的罪行，就足以让王宰相反咬范大人一口。你不是说可以保住范仲淹吗？皇上，若是我哥一人舞弊，可以保；上百人的舞弊怎么保？包大人，罪之律法，你应该清楚，如此严重的渎职，该当何罪？发配充军。公不公布那本账簿，包大人自己掂量。即便如此，臣也一定要将罪证公之于众。包拯，你不要一意孤行，臣只是秉公执法。皇上，如果包大人执意如此，臣还有一下策。说，我爹在西北的军权根深蒂固，皇上为何不趁此机会将范大人发配到西北庆州行监做守？日后或许可以伺机策反，收回兵权。这就等于让范大人去送死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皇上圣断。你确定你是真心在帮朕吗？皇上，我不是我爹。皇上，臣不能苟同张大人的主张。范大人即便疏于职守，也不能拿他的性命去做赌注。那些徇私舞弊的人才是罪魁祸首。臣这次就算丢了性命，也要讨回公道。朕不会让你丢了性命，但是以大局为重，朕这次还是不能站在你的一边。我太爷爷在世时，天下还是李家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家是银匠，专门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打造银器。估计老太爷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到了我这辈，居然咸鱼翻身，一猛子窜成了国丈。我儿子还娶了前朝皇室的后人，真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了。张大人大晚上的把周儿叫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？带你来祠堂，是不想把你当成外人。我最知，趁蓉儿还没回来，有几句话想问你。张大人，请讲。过去的事情，咱们心照不宣。周姑娘，可以重新考虑一下，今后你的牌位，是否愿意来在我张家的祠堂？周儿，如果说不愿意，张大人，但说无妨，老夫绝不强求。不用考虑了，周儿不愿意。爹，周儿，你们在吗？回来的正好。既然周姑娘心意已决，那么老夫就知道如何跟你们摊这副牌了。
说时空还是慢，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